美军精锐异动，第82空降师取消演习，目标直指伊朗。2026年3月初，一条来自美国军方的内部动向牵动了无数人的神经。美国陆军的绝对王牌第82空降师毫无征兆地取消了既定的大规模演习，全员转入高度待命状态。在这个节骨眼上，作为美国即时反应部队的核心力量，第82空降师的这一波操作绝对不是什么简单的行政调整，这背后必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大多数人的看法都是冲向伊朗。那么第82空降师会不会部署伊朗？目的又是什么？2026年3月，美国陆军部下发了一道急令，直接叫停了原定在路易斯安那州波尔克堡，也就是现在的约翰逊堡联合准备训练中心举行了一场超大规模演习。这场演习的重点就是调动第82空降师的师部核心元素，包括负责统筹后勤、行政、兵力部署以及战场指挥的关键大脑。结果军令如山，这帮高层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全被按在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利伯蒂堡，一步都不许离开。筹备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高级别联合作战演习，说取消就取消，只能说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大家也都能猜到，没错，就是伊朗。第82空降师不是一般的伞兵部队，它是美国全球应急反应架构的顶梁柱，手里捏着即时反应部队任务。其下属的旅级战斗队在接到总统或者国防部长命令后的18个小时内，必须完成首批人员的准备和登机部署，直接飞向全球任何一个角落。这种战备等级意味着，当师部演习被紧急叫停的那一刻，这支部队的整个指挥链已经从模拟对抗无缝切换到了实战推演模式，弹药开始分发，降落伞开始打包。根据华盛顿邮报挖出来的猛料，虽然白宫还没有正式下达空降的红头文件，但所有的猜测，所有的沙盘推演，矛头直指一个国家——伊朗。如果局势真的彻底失控，特朗普大手一挥，地面部队长驱直入进入伊朗，第82空降师能做些什么？如果第82空降师进入伊朗，绝对不是像二战苏德战场那样去打阵地战，更不是去跟伊朗革命卫队玩拼消耗的添油战术。伊朗的地形难啃，到处都是像扎格罗斯山脉这样连绵起伏的复杂山地，把重装甲部队，比如开着艾米 A2 的机械化步兵师，那就是活靶子，机动性直接清零。但这种地形恰恰是空降部队的天然猎场。根据美军陆航与空降作战的最新调定，第82空降师一旦出手，其核心任务只有4个字：强行进入。翻开第82空降师的履历本，夺取敌方机场绝对是他们的保留曲目，而且是拿手好戏。在针对伊朗的作战选定中，该师的首要目标极大概率是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或者是某个具有极高战略价值的空军基地。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满载伞兵的 C-17借着夜色朝低空掠过，成百上千名全副武装的伞兵从天而降，或者乘坐直升机直接机降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跑道、塔台和周边制高点。一旦跑道安全了，空中的桥梁就彻底建立起来了。后续的 C-17和 C-5陆续降落，并卸载装备，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能把一个轻步兵的落脚点变成一个伊朗咬不动的钢铁堡垒。接下来就是针对伊朗的核资产与导弹基地。美国实施狂怒行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彻底终结伊朗的核威胁，但是单纯靠扔炸弹、射导弹没办法完全销毁那些深埋地下的高浓缩铀库存。万一炸不塌，或者炸塌了引发核泄漏怎么办？特朗普在内部高层会议中已经明确表达了对部署小规模地面突击部队的兴趣，目标就是要死死控制住特定的核设施。第82空降师的价值就在这里体现了，这支空降兵可以精准空投到纳坦兹或者福尔多这些敏感地点，直接把核设施围个水泄不通，防止伊朗的残兵败将把放射性物质带走，更要防止这些危险品落入趁乱摸鱼的极端组织手里。说实在的，第82空降师敢揽下这些任务，是因为人家是真猛。这支被称为美国荣誉卫队的王牌，它的历史就是一部美国现代机枪作战的发展史，战力强悍，战绩极其辉煌。早在二战时期，他们就已经奠定了在美军序列里的精英地位。1943年的西西里岛暗夜跳伞打出了威风，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他们在敌后完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死死夺控了圣梅尔艾格里斯镇，通过伞兵的大范围散布，硬是挡住了德军的装甲反扑，帮主力部队扭转了战局。后来在荷兰的市场花园行动里，这帮大兵在瓦尔河顶着德军机枪扫射英勇渡河，至今还是各国军校课本里的经典案例。到了现代，这帮人的手艺就更熟练了。1989年的正义之师行动就是第82空降师现代快速反应能力的完美预演。几千名伞兵在黑夜里直接空降巴拿马托里霍斯机场，落地后几个小时内就把巴拿马国防军打得满地找牙，全部缴械。
1990年海湾战争，他们是第一支抵达沙特阿拉伯的地面部队。随后的2003年伊拉克战争，再到2022年的乌俄战争，都有第82空降师的身影。到了2026年，这支部队的战力更强了。特朗普在2025年全面推进了精确打击导弹的实战化，伞兵不用自己带重炮，只需在战壕里悄悄终端，实属炮兵旅就能直接跨越数百公里的距离，用导弹为前线伞兵提供秒级的火力护航。这种降维打击，就问伊朗拿什么防？看到这里，肯定有很多朋友会问一个很刺激的问题：既然第82空降师这么牛，那美军能不能直接派他们飞到德黑兰上空，效仿三角洲部队，直接踹门进去，把伊朗最高新任领袖莫吉塔巴给活捉了？对于这个问题，火力军必须泼一盆冷水。想法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军事专家们的共识非常明确：虽然第82空降师战斗力爆表，但任务的性质决定了战术手段的根本差异。在活捉高价值目标这种活上，第82空降师的玩法跟三角洲部队完全是两码事。如果非要打个比方，这两者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大铁锤，一个是手术刀。三角洲部队那是美军序列里名副其实的一级特种作战部队，直接受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指挥。这帮人常年处于黑色机密状态，他们的核心使命就是专门针对极少数的特定大人物进行外科手术般的精准打击或捕捉。出任务时绝对是人数极少的小组行动，乘坐第160特战航空团的直升机，贴着树梢夜间渗透，穿着没有标识的作战服，带着微生物器和夜视仪，在目标还在被窝里做梦的时候就已经完成突袭，抓人、上飞机、走人的一条龙服务。相比之下，第82空降师属于常规的精英部队，作战核心与特战队完全不同，他们的重点是规模、重火力以及区域绝对控制。让这帮人去执行秘密抓捕，那纯粹是搞反了剧本。大规模空降行动天生就跟隐蔽这两个字绝缘。天上飞着几十架巨大的运输机，引擎轰鸣声震耳欲聋，成千上万朵降落伞在空中打开。这阵仗，德黑兰瞎子都知道美军从哪个方向打过来了。如果真的让第82师直接去抓莫吉塔巴，那绝对不可能是一场秘密逮捕，而是一场伴随着呼叫空中支援、重炮轰炸的城市围攻战。打到最后，目标可能连灰都不剩了，还抓个锤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两支部队各玩各的。在真实的任务想定中，如果要去抓捕莫杰塔巴，两者的分工是极其明确的。第82空降师负责执行封锁与压制，他们会在目标区域外围通过大规模空降建立起里3层外3层的封锁线，把伊朗革命卫队赶来救援的增援部队死死挡在外面，同时清理出一片安全的机降场地。三角洲部队则负责执行真正的破门和抓捕，他们利用顶级的 CQB 技巧，钻进加固的地下掩体或者总统府邸，把人拎出来，随后通过第82空降师建立的空中走廊安全撤退。在2026年这场冲突的背景下，第82空降师取消演习进入待命，更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筹划如何为特战老大哥们提供一个作战基点。假如情报显示莫吉塔巴躲在德黑兰北部某座大山的深层掩体里，这时候第82空降师的任务就是先行空投，清理周围的哨兵，把通信枢纽、雷达站全炸了，随后三角洲部队的直升机才会入场。当然，是否执行这一步，火力军也不好说，但可能性很大。在第一波的空袭中，哈梅内伊身亡，美国人原本以为伊朗政权会瞬间土崩瓦解，结果失算了。在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些死硬派将领的强力扶持下，莫杰塔巴成功接掌了最高权力，并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新的报复行动。白宫这边的反应也是极其强硬。特朗普明确表态，对于地面部队介入，我一点都不感到畏缩。据五角大楼内部消息泄露，总统私下已经撂下狠话，如果伊朗不能无条件投降，或者伊朗老百姓不能从内部把这个新政权给推翻了，那美军就会直接派遣小规模特遣部队杀进去。而这种小规模往往指的就是一个全副武装加强版的空降兵旅级战斗队。除此之外，经济层面的次生灾害也是逼迫第82空降师待命的核心动力。霍尔木兹海峡受限后，国际原油价格飙升，这种压力反噬回美国，逼得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用最暴力的手段快速解决战斗，也就是通过地面大军介入，强行拔掉革命卫队的火力点，重新打开石油出口的安全通道。而第82空降师就是最好的选择。不过在美国内部对这事儿也是吵翻了天。根据3月初的昆尼皮亚克民调显示，有 53% 的选民坚决反对对伊朗动武，更是有高达 75% 的美国民众不愿意看到自家的小伙子踩在伊朗的地面上跟人打陆战。国会听证会更是吵得不可开交。总的来说，美军第82空降师这次紧急取消演习，全副武装进入待命，绝对是史诗狂动行动从狂轰滥炸转向地面实地掌控最明确的信号。这支部队可以为美军后续所有的特种作战、抢夺核资产乃至可能发动的政权更迭提供最强硬的武力背书。
在目前伊朗防空网已被美以摧毁了将近90%的情况下，这支空降师可以随时随地在德黑兰郊外降落，然后把伊朗残存的抵抗力量切割得七零八落。在接下来的这几个关键星期里，莫杰塔巴领导下的伊朗残余政权到底会不会亲眼见证第82空降师标志性的垂直包围，就看莫杰塔巴在面对无条件投降这5个字时到底如何抉择。火力军建议伊朗如果不打算投降，最好现在就开始挖深一点的地道，不然天上掉下来的可就不只是炸弹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军第82空降师会不会部署伊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